好，来看看今天小狼啊，来自于2024年的首次回归，传说中的2024年5月份。那不管多说啊，现在呢有好多人都走了，那为什么很多人说我狼为什么回来了呢啊？而且是在线直播回来了啊！这个呢就跟大家伙说一声，那就是来自于我们今年啊，也是各种形式不一样。我狼呢还是心系大家，其实呢这个说的有点违心，主要是什么呢啊？主要是咱们大家伙拿这个东西，对吧？支持我狼，而且我狼拿这个当事业。但在这里呢不多说，现在呢来自于我们的尼古拉斯赵四儿啊，其实呢我这么说呢，很多人总感觉有点像那个打拳皇98里面那个赖霸是吧？但是其实不是，咱们这个三国战记119是全新的最强秒16方案的秒16完全成功，来自于三国战记119原版啊，也就是三国战记119完美版的神云你四哥啊。当然他现在的名字为什么叫尼古拉斯赵四儿啊，咱也不知道啊。反正呢就是四哥啊，也是拳皇啊，也拳皇去了，也是三国战记119单秒第一人啊。当然群秒也会啊，单秒第一人。有三国战记大家伙都了解啊，玩这个速通的，玩摊分的，对吧？这个玩双秒合秒。还有一些其他的玩法，比如说五进啊，五进一臂，五进一命，这个呢就是单秒的玩法。单秒赵云呢，最多呢大家伙都了解啊，来自于 TAS 最多的是秒18，然后呢2021年之前呢是秒17，但是2023年的时候呢就是秒17啊，人脑也可以秒，但是仅仅是方案啊，大家伙要理解啊，仅仅是方案啊，所以说啊，方案就是方案啦，比较懒闲子啊。这个咱们就大概这个情况啊，方案的话呢，这个人脑目前为止呢没有成功，秒17方案最多目前是秒15，但是呢理论上来讲是行得通的啊。然后现在呢是秒16方案的秒16已经是第4个视频了，而且前面的视频呢有原版和完美版啊，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，比如说这个大神之路版啊，当然大神之路版呢跟原版呢就差太多了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说，咱们就原版解析啊讲解，大概是70多分钟，将近80分钟的时间啊，所以说这个时间呢也非常的强悍啊，非常的强悍。OK， 这边哇，这 double 啊。这个很多人大伙都了解啊，我们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呢，录制视频，很多人就会听见一些莫名其妙的声音，比如说刚才的金币到账的声音啊，这个送礼物有金币到账的声音啊，我这已经，我说实话啊，我已经是10个月，将近11个月没有直播，然后突然回来发现斗鱼呢，这个直播的这个各种方式都变了啊，咱也不知道怎么整。反正我能听见啊，这个声音非常的离谱啊，非常嚣张。但是呢，多了不说啊，咱们就这个理解一下。然后很多人说为什么不去其他的平台啊？第一呢，我狼的直播的这个合同还没有到，是10月底到。然后到了之后呢，咱们另说啊。这里感谢我们的番茄哥啊，感谢我们的番茄哥啊，这个又为什么要说又呢？因为刚才番茄哥已经。是吧？来了一手 ，OK， 注意力。第一关的单秒呢，其实呢，很多人问，那秒杀起来为什么就这个没有什么压力？第一关赵云的压力呢，其实不在于兵啊。虽然说很多人都了解啊，第一关呢赵云是看不了兵的啊，但是呢，由于这个兵的智商比较低，咱们玩的是简单难度的啊。简单难度的啊，智商呢，其实普通难度也高不到哪去啊。但是天王呢和普通和简单就差距太大了。这里面呢，咱们是玩的简单难度，而且呢，这个赵云呢，刚才你也可以看到啊，很多人说简单难度的区别是在哪儿呢？就是在于你玩的时候，这个小兵智商和普通的不一样，但天王就是另外一说了啊。但是这里面要跟大家伙讲一件事，就是简单难度是简单难度，但是这个 BOSS 的血量完全没有变，防御率没有变，你的攻击力也没有增加啊，所以说呢也是可以的啊。这就是为什么到目前为止很多人选择魔张飞速通，我20多分钟速通啊，但是这个20多分钟速通呢，我选择魔张飞，但是我选简单难度也是可以的。咱们国标啊是必须要普通难度啊，包括咱们打一些比赛，但在也打出战绩的时候呢，简单难度也是不失为一个可以挑战的这个效果啊。大家伙懂的吧？瓦郎没有你我睡不着，想死我了。
我这刚刚回来，至少呢，我这几个月啊是要给大伙回归正常的直播。当然，咱们这个直播呢也并不是特别的特别的这个准确吧，就是说，比如说每天都怎么样啊？但是应该说是常态化直播啊，就是偶尔会这个出现休息，但是也休息不了1天2天啊，就是因为咱们常态化直播，然后等到这个10月底，然后咱们再议啊，这个大伙理解一下啊，理解一下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第2关啊，第2关这个赵云呢是打到了这个洞里，完美版呢其实跟原版没有任何的区别，大伙记住啊，完美版跟原版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区别，所以说呢，咱们大伙儿就看就完事儿了啊，绝对是公平公正的啊。这个秒16呢，也是刚刚在2024年的4月30号刚开始啊，30号，也就是说昨天刚打出来的啊，非常的极限啊。应该不能说昨天，应该说是前天29号的凌晨啊，对吧？也可以说是昨天嘛，对吧？啊 ，OK， 咱们可以看到啊，现在呢是我们的 V8哥一手大飞机。这我刚回来这，哎呀，玩意这多多少少啊，感谢 V8哥啊。赵云有秒17方案，刚才我说过了啊。赵云的秒17方案呢，目前人脑最高是秒15。那很多人说了，那秒16都秒了好多个，那秒15、秒17的方案怎么才秒15呢？因为他那个方案啊，就是用的那个宝物或者说他的套路不一样。到目前来讲，发挥最好的人是秒到了15原版，所以说秒17的方案啊，这个还点炸。咱们这个目前的这个操作者呢，就是这个尼古拉斯赵四儿，也就是咱们的神云你4哥啊，我们传说中的4哥，也是单秒界的扛把子之一啊。因为之前我们说过，那个小李仔爆你头是近玩法的扛把子，然后摊分呢，咱们都知道有安诗雅，对吧？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大神，速通呢有这个以退为进啊，还有以进为退啊，哈哈，这2个名字。当然这个以退为进的大伙都了解啊，这个也是都不用说了。而且这个大神呢，不光说是摊分，而且在秒杀方面上也有一定的建树啊。现在呢也是近距离合秒界的啊，也是非常强悍的啊。OK， 我们看看，坠机不是正常的吗？超级正常。V8哥，不用多说，这里面呢虽然说是卡兵啊，跟大家伙讲一下啊，这个目前来讲，《三国战记》这个游戏呢，很多人都了解啊。自从我解说这个合秒、然后秒杀等等系列视频呢，其实很多民间玩家都了解了，就觉得好像哎呀，它无非就是多秒一个少秒一个，原理我都懂，对吧？这个那打出这个记录，比如说多秒一个少秒一个有什么区别呢？其实这个区别还是很大的啊，无论是秒杀的方式，还是说它的这个手法，以及呢这个现在来讲呢，就是好比什么呢？就好比咱们玩拳皇，对吧？你玩拳皇有好多人都能达到这个1线甚至1线顶还是 S 级，但是你不玩，往后呢有时新的东西你挑战不了，对吧？你就 out 落后了。包括像很多人玩那个王者荣耀，你玩王者荣耀，对吧？你哪怕你是前几个赛季的这个巅峰赛第1名，但是没有用。你现在你玩版本不一样了，或者说对吧？啊，这个玩法不一样了，有很多新的套路了，那个白扯了。不过原版游戏啊就不一样，咱们看看，因为毕竟呢，咱们原版游戏啊不更新，你不更新的游戏呢，基本上就是踩着前人的肩膀去玩。你比如说像咱们现在玩这个《三国战记》秒杀，包括像什么大门的地雷阵啊，是吧？各种类型的这个街机游戏的这个玩法，其实都是一样的啊，都是说我要往这一站，说对吧？我要秒杀，我要速通，我要怎么样，都是踩着前人的肩膀来玩的，对吧？啊。瓦兰还继续在直播吗？我至少是要播到10月底啊！我不知道大伙儿能不能理解，我至少要播到10月底。至于为什么呢？也不用多说，然后现在呢，我就正常播。我刚才小看了一下啊，有好多人呢都不播了，真的。而且呢，我发现无论是格斗区呀，还是什么区啊，有格斗区，有这个叫什么？有格斗区，有什么怀旧区，包括玩什么红警的，DOTA 2自走棋什么。什么红警什么，这个魔兽争霸3等等啊，全都综合到一个区了。现在斗鱼什么样的，可能大伙都了解，都知道啊，多了不解释啊。哎，这又1飞，番茄哥这都4飞了吧？番茄哥4飞啊！
我勒个去！范杰哥这真是，这懂的都懂啊！感谢范杰哥，这个真是好。现在有单秒马，一个召唤状，毒镖，白鹤亮翅，一个火升级，白鹤必杀，然后降龙剑，最后再倒转混轮。白鹤亮翅倒转混轮。OK 啊，这里面跟大家伙讲啊，这里面咱们是正常单秒，很多人说没有秒马的。这里面咱们看个标题啊，2024年最新赵云单秒16，三国战919，带马王放黄盖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单秒这个第2关 BOSS， 但是把这个黄盖给放掉了啊。黄盖呢，这个有人说玩的话啊，因为黄盖呢毕竟是倒数第2关的首关 BOSS。他是继这个曹操之外啊，血量最多的 BOSS 之一，因为有很多 BOSS 都是1管半嘛，所以说不好秒。他这个可以看到，刚才是用召唤状，然后呢利用这个打一套必杀升级必杀，然后呢再白鹤亮翅再必杀，用毒镖起手啊，对吧？所以说非常的嚣张啊。是斗鱼找我的吗？对的。这里面呢我倒没有别的意思啊，这里大伙可能有小伙伴问。因为斗鱼呢，有很多小伙伴今天来啊，也是给足了我狼面子，也给了咱们斗鱼这个平台一个机会。我倒没有觉得啊，现在斗鱼什么样，大伙儿心知肚明。但是呢，这个目前来讲呢，至于我个人的原因呢，我要不然就不播，我要播的话呢，在别的地方是播不了的，大伙儿能理解吧？是吧？而且我也比较念旧，只不过呢，我想说10月底吧，再说啊，大家伙儿就。能理解，能理解。我是什么？我是这个意思啊，就是说这个很好理解吧？这样，因为如果说我现在不回归，我也只能是不能播。我要播，咱们就斗鱼，是吧？为什么穿厚衣服啊？因为实在是太冷。现在14度了吧？15度啊，15摄氏度啊，脸黑，其实不是，那个灯啊，那边灯坏了，我把灯开一下就好。没有，刚才又有小伙伴说，刚才算不算秒？这里面呢，很多人了解说 ，BOSS 不但反抗就算秒，但是呢，抛出一个条件，就是把 BOSS 变成小动物，它不能反抗。算不算秒？不算，因为咱们是有特例的。刚才那个马呢，很多人说它不是说连招，它只是不能反抗，是吧？但事实上就是连招的，因为它是什么呢？它是召唤状，这里面用召唤状才可以啊。如果不是召唤状的话，是完全不行的啊。这么久没见，现在还能尿多远？顶峰3丈吧，顶峰3丈吧，大概啊。对，现在黑龙江就是这个温度啊，咱们不要，因为很多人你也大伙了解，咱们中国啊，对吧？咱们中国地大物博，是吧？前2天我听说内蒙还下雪，我们这儿虽然没下，但是毕竟还是冷。咱实话实说啊，咱们中国这么大，对吧？这个天南海北的这个温度差异是有问题。我这么说，我白天穿短袖的。我白天穿的是短袖，大家伙看一下，里面没有啊？我白天穿短袖，但是现在吧，真的是有点冷，所以说呢，现在我只能说我穿个外套，没办法，屋里挺冷啊。好，好久没开播了，对的。OK， 咱们看啊，现在第2关走反路啊。其实呢，大伙儿要有大型的三国战记单秒啊，因为毕竟要表示它的全程秒全程嘛，所以说呢，这种全程方式的解说呢，有很多垃圾时间。现在有好多的主播啊，他们解说的时候就是上传到网站上的视频就不是说直播啊，就上传到网站的视频呢，大概都是那种剪辑好的，不会超过半个小时，有甚至就是5分、8分、10分钟左右。这种呢，我能理解。其实现在很少有人啊，就是花大量的时间去看这种长篇的解说，而且这也谈不上解说。你像我现在，尤其是直播的时候啊，它跟解说可能不能说没有关系，只能说毫无相干。但是呢，有关键的点我会给大家伙说啊，因为这个
毕竟咱们现在来直播听的人啊，或者说看视频的绝大多数人，大概都是知道这个秒杀的套路的，所以说我有一些基础的我就不讲了。就是有的时候跟大家伙唠唠嗑，尤其今天刚回来有点亢奋嘛啊，有点亢奋。也不知道斗鱼怎么样，我了解，其实大家伙都懂啊。现在大势所趋，我只能用一句话来形容，就是说，我做好我自己，然后至于以后到期了之后怎么办，我不能跟你说，好吧？啊，我的亲娘啊，这是谁呀、啊？10月底以后呢，V8哥。我确实也只能说再说，然后刚才我们番茄哥也是啊，今天我刚回来，这玩的啊。OK， 看一下现在啊，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啊？这个第2关，我们知道啊，这里面放黄盖，很多人说赵云单秒16，一共有20个 boss， 那你秒16，哪4个boss 秒不了？其实呢，无非就是2匹马，貂蝉和左慈。但是呢，很多人说，那第2关的马你秒了，那么有一个秒不了的哪个？那就是黄盖了。这边也说放黄盖了啊，秒16，我跟你讲，只要你能单秒14，你就是1线。我跟你讲，就是在秒杀界啊，玩这个《三国战记》，你能秒14赵云或者是貂蝉。啊，你能秒14就是1线垫底，1线的门槛，秒15你就是1线中，秒16 1线顶，呀，就是这样的啊。好，读上白鹤亮翅，这里面卡住2个兵啊，这就很简单了啊，很多人都会啊，我就不说了。跳 A， 吹地，挑起来，单 A 大鹏展翅，倒转昆仑，这里面用1颗气倒转昆仑啊。赵云单秒的时候呢，气儿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重要，因为这个好，最后再来倒转昆仑，这个气儿呢该用啊，否则你到后来你也能长满，因为这个气儿不是无限流的啊，对吧？最多就是将近4颗气儿，也就是说该用啊。这个单秒就不用多说，只要能卡住兵，然后起手能打中，就没有任何的问题。大家伙儿记住啊。单秒也好，群秒也好，群秒呢有个缺点就是双方配合的问题，但是如果是老手的话，双方怎么配合都没有事儿的，对吧？你怎么配合都行。哎呦，居然还有个叫路飞的兄弟们，这个路飞大伙儿都懂啊。我记得我前几年开播的时候，每次一开播这路飞哪个直播间都有他呀，对吧？啊，没有蝎子过江，那4哥有点狗了啊，不给蝎子过江。当当当，好，狼哥，我要给你开皇帝，不是开幻神吧？啊，皇帝有点微面啊，现在不都换神？现在斗鱼，这个还有好多，据说好多被那个什么啊，已经踩缝纫机了啊，不怎么回事的啊。跟我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大家伙了解，我在这儿呢，既没有这个什么操盘，也没有什么啊这个那个的，我就是给大家伙唠唠嗑，开心，所以说比较简单嘛啊。好，这里面呢，看看啊，这个第3关来到了这个。很多人说这个小狼，我想问一个事儿啊，这个如果想要现在入坑这个《三国战记》秒杀，我告诉你啊，就不要入坑了。就经常有小伙伴，小狼，我现在我要玩97，我小时候玩不太好，我现在看你们有这些大神，我跟他们学一学，我是用什么摇杆？是用什么小8项什么那个圆档的，还是方档的，还是咋地的？我说兄弟呀、要不你就看一看直播，看看这帮高手玩，要不然呢你就打电脑，玩会儿键盘，你就别扯了，真的你就别扯了。你说玩这个游戏你还不够闹心的呢啊！你玩着，到时候啥也不行。这个我很实在啊，很实在。咱们这个《三国战记》这个我研究了一下，就即便像我理论知识呢，咱不敢说100%，至少也有60%及格线啊。就是我知道怎么玩，但是我这个手就完全不行。就好比我知道篮球的规则，可是我是潘长江，我是潘子，我没有招。一点招没有，就是啥也不是啊。
再加上呢，顶天就是嘴皮子会说一说，我也脑残，所以说有很多小伙伴是会想要入坑的，我建议你控制控制。而且有天赋的人，你信我，有天赋的人啊，你就不用想，你玩就行，你自己就会了，都不用我，真的啊。其实瓦郎刚拍完《监狱风云》，《监狱风云》你别闹了啊！别把我衣服扯坏了，那可不是啊。这个不是这个《三国战记》呢，是目前啊，这个是前天晚上4月29号晚上打的。啊，4月29号晚上打的啊，咱们神云你四哥，所以说呢，目前来讲呢，是我正在把他的这个当时拍出的录像给大家看，但是这个呢一样啊，是无论是前天晚上还是1个小时前呢，都是一样，都是老的，但是有意思啊。这是我经常看那个什么华山论剑啊，华山论将，新的纯新的，毫无争议的新。你看看哪有包浆，哪有皮壳，对吧？全是新的啊！啊！我这个嫂子还是有点微面。好，来看看这边啊，直接走到这边。下一个地图出来之后呢，然后就是孟获的弟弟孟优，其实也可以说孟杰的弟弟孟优啊。孟杰、孟优，孟杰是老大，孟优是老三，孟获是老二。我小的时候一直以为孟获是老大，对吧？你想想，他就是蛮王，为什么是老二呢？后来发现他有个哥哥，而且被汉化的特别严重啊。你看，我刚刚回来直播没多长时间，这刚刚多长时间啊？20多分啊，不对，30多分钟，我就嗓子就嘎嘎冒烟。我现在说话啊，就是嗓子痒痒，慢性咽炎啊，这个没办法，慢性咽炎有的时候会咳嗽。我在那个做录像的时候呢，我可以中间把那个麦克风一关，哎，就咳嗽的声音就给取消掉了。但直播的时候我觉得没必要啊，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啊。OK。这个单秒啊，是世界上最简单的单秒，也是最简单的 BOSS， 没有之一。它比第一关的 BOSS 还简单，我们就不做过多的解释啊。这个甚至连这个诸葛亮都可以单秒这个孟优，对吧？可想这个 BOSS 很简单了，一手小爆气，有的角色连对吧不爆气也可以秒啊，所以说就不解释了啊。比如说貂蝉啊。好，来看看这边啊，这个一会儿呢有一个叫夏侯惇的，这个都能理解。这个夏侯惇的这个角色呢，其实在我纵观啊，我解说这么多和秒界当中啊，他是最容易在直播当中翻车的，因为这个 BOSS 呢愿意乱动，他不是很难的 BOSS， 而且他血量也不多，有很多的补救措施啊，这个措施，但是缺点是他实在是太愿意乱动了。对吧？最开始固定不太好固定，有可能一开局的时候呢，对吧？打的不一样，有很多人甚至为了这个稳妥啊，选择用飞盘起手啊，都很正常啊。OK， 好，看看这个 BOSS 啊，这里面卡兵的话，很多人问怎么卡。你只要在刷兵的一瞬间，现在这个兵无所谓，只要一会儿在铁甲兵那个地方，你在这个屏幕的中间往上方就行，一定不能往下拉，往下拉的话兵就没有了。这里面呢，它是为了打这个车，这车里面是有这个道具啊，最后的一个道具呢，甚至还有这个天师符啊，还有天师符。如果玩风云再起，甚至还有盾书啊。OK， 这里面主要要这个不打了，锁。然后等一手，然后 BOSS 出，好，这个毒你看，他都在提前放，这个毒万一这个 BOSS 跳一下，你就嘚儿了，老嘚儿了啊！所以有的人甚至用这个小飞盘，也不愿意用毒啊，也不能说不愿意吧啊。好，一个毒没毒上啊。又一个多，哎，就愿意乱动。这个 BOSS 啊，
一个毒镖。好，这只要能毒上就行，无论是毒镖还是那个毒瓶，反正只要毒上就行。打破展示。好，这个再往后呢，就是公式化、套路化了。不能说没技术，只能说只要是高手，对吧？基本上就没什么问题啊。推力调起来，一勾大鹏，一点问题没有啊。好，看看，天使符没啥用啊。这个里面很多人说，那怎么给俩天使符？小的时候很多人都喜欢天使符啊，因为天使符呢，有的人为了打左思，但是大多数人是为了刻盾书。对吧？非常屌啊！小狼马上上1年级，现在等9月份上1年。哎，这个怎么屌的？来的时候 time over， 牛逼牛逼啊！这个我说实话啊，这叫艺高人胆大，对吧？没毛病啊。好，来看看。这里面该怎么整啊？有没有看到星际女？还有老多人问我咋地？哎呀，这个如果这个世界上以成败论，对吧？论这个什么所谓的这个什么好牌坏牌的啊，就没有意义，对吧？都是看自己，是不是？对吧？你想当年，很多人都说马爸爸，都说这个思聪他爹很怎么样，对吧？那也有落寞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只要对吧？只要这叫什么百足之虫，死而不僵，这个事儿没法说啊。有很多人不是说怎么样，主要是性格问题。比如说我，性格呢决定命运，但是呢人呢大多数呢。对吧？改不了性格，但是一旦能转变自己的性格是没有问题的，对吧？这很正常，对吧？花无百日红，人无再少年。对，有的时候很多人说，哎呀，这个人怎么地？那时候那么厉害，怎么对吧？不坚持做下去啊？不厉害了，不怎么样？以后对吧？就觉得好像很多人拿他说啊，这个很正常，对吧？就有好多人以前怎么样，现在不做了，就是不做了。那有很多的问题啊，有很多的原因啊，这个就很简单。好，对呀，就是啊，所以说，不用管那些，有可能这个事儿呢啊，他现在成功了，就很多人觉得行了啊，他行了啊，他以前啥也不是，现在行了，对吧？他以前可行了，就是他不行了。其实啊，这不都是拿来说事儿的吗？对不对？他不说我，他不说别人，那也没有流量啊，对不对？是吧？当然，咱自己现在是没啥流量，很多人在这儿卡啥，可能是多卡个兵，对吧？多卡个兵，咱们等一等啊，这个很正常。然后一会儿呢，卡出一个机关，好，有一个果吃上，这个就是正常了。这个你要说这个非要以成败，你们没发现有的时候咱们看一些都是悲情英雄比较多，反而一些成功的就不表彰了。对吧？咱们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的，中国历史是一旦有一个王朝也好，有一个人也好啊，他失败了，就会总归他失败的原因。比如说这个王朝失败原因是因为什么啊？这个关于这个经济啊，关于军事啊，关于这个闭关锁国啊等等啊，什么农民起义啊，自然灾害啊等等啊，总结一大堆。一旦他成功了，就一句话啊，他收复了哪啊，怎么样哪，就咱们就很简单，成功不会总结经验，只有失败才会总结经验。这个叫什么？叫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，对吧？一个人行了，没有人说，哎，这个人你看他现在怎么样，对吧？无所谓，基本上没有，他行他就是行，你不用你说，对吧？一个人不行了，哎，你看想当年怎么样，现在对吧？一个意思。好，来看看。现在这一单秒啊，尤其卡住兵了啊，对于这个咱们玩家来说没什么难的，哎，只要呢等他出现破绽的时候，一手小毒镖或者一手小金猪起手都无所谓。我们看看啊，飞轮起手，等一手 ，OK， 他现在调的是飞轮，好，这时候按理说，你看他还是忍啊，我觉得人真的是。要忍呐，他只有100%的机会啊才会来。好，
个就是人好的时候，没有人觉得哎，人背后骂他，不敢当面说；人不好的时候，你看怎么样？这贼有意思啊！好，飞镖，哎，飞盘爆气，白鹤不是飞盘后手爆气击白鹤的第一人啊！我这以前都没见过，他踏实不说的。这个啊，我跟你说啊，真的啊，作为人脑来说，这个很难的。他不是先手爆气，他是飞盘后手爆气跑过去白鹤亮翅，真的很难啊，兄弟们。好，后手爆气，这是杜康九爆气啊，这是用杜康九爆气，3白鹤倒转昆仑，可以。这手秒张辽秒的是真帅，这就高手，这真是高手。没说的啊，没说的，这个确实屌的。对呀，这事都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其实，现在咱们的这个媒体啊，学新闻学的，你像我就是学新闻的，学新闻想要卖广告，那肯定是要先吓唬你，然后呢再告诉你救星来了。比如说我卖药、卖保健品，我告诉你，现在老熬夜、老啥的啊，怎么的不行啊，救星来了。现在有什么按摩椅，有什么按摩枕啊，有什么皮肤的、防脱发的、减肥的。啊，等等的这些东西嘛，是吧？接商单嘛，是不是？都是这样的啊。跟你唠一唠，开始接这个商单。其实想一想，这个有很多人，你像我狼呢，目前来讲啊，是以解说啊为，对吧？这个为主要节目，至少今天是啊，对吧？我以解说为节目。但是呢，你往后，有的人不是啊，有的人是你像什么灰啊、老 K 啊，人家是以自己玩的游戏为基础。他只要把自己技术保持好了就行了。那你对吧？你老 K， 你现在假如这个《拳皇97》这个游戏是全民热门游戏啊，多了一点18、9的，多了一点这个对吧？21、2的，然后职业选手，那可能像这种30多岁的啊，实在是赶不上节奏。再加上这个游戏可以更新啊，更换版本啊，对吧？你曾经你这个版本八神、大猪、大门什么仙鹤厉害。啊，现在版本变了，你灰老 K 也白扯，对不对？很正常嘛，而且你反应速度慢了。当然，这个版本它不更新，规则还是你们定，所以说这些人呢，他占有一定优势，再加上没有一些年轻人愿意玩，所以说呢，你可以发现一件事啊，就他们是对吧？他们玩的好，只要把自己的东西整好就行。包括咱们的斗地主，对吧？斗地主咱们看有很多啊，阿9啊、绝开啊，是吧？啊，717什么的啊，是不是？这些人。同时呢，还有什么高原啥的，还有你像象棋，有什么王天一，是吧？郑维彤，还有等等的，人就是指望着这个东西来吃饭的吧？他们主要就是这个东西玩好就行，行不行主要是在技术。你这个人他再天天直播，他再天天敬业，他核心的东西不行，他白扯，没有用啊，对不对？你白扯的，对吧？你得整。你像有的人呢，他专门就是靠唠嗑吃饭。你像我狼搁这解说唠嗑，对吧？谈不上吃饭吧，跟大家伙唠唠而已。咱也不知道未来怎么样啊，对吧？最起码我现在正在做，也是希望能给大家伙带来一定的这个，对吧？这个开心和快乐。同时呢，我自己呢也证明一下自己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对吧？说是快40，这不还没到吗？对不对？同时还有一点，有些人呢就是拿我们这些人来说啊，你比如说有一些有一些这个玩家他不玩了，为什么啊？他曾经很厉害，但是为什么现在不行了啊？有很多人拿这个人说话很正常。你像连美国那么牛逼的国家是吧？想当年大老美人家登月到现在为止，还有好多人，包括他们自己的国民都认为他是不是登月造假。对吧？很正常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别说咱们何等小民了，是不是啊？对不对？这很正常啊。还有很多什么 UFO 听证会，有很多未解之谜，都是吹牛逼的啊，大多数都是吹牛逼，咱也不敢说完全是吧。所以说你想想吧，想想就懂了。这玩意都是靠山，对吧？人有这么一句话叫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有很多的嗑，有很多的这个节奏啊，都是靠这玩意儿唠。对吧？你唠了就是你的，你不唠就不是你的。你像我狼现在有这么60来个小伙伴，我今天第一天开播啊，有60来个小伙伴，贵宾啊具体好像是480多个人啊。目前我在我的弹幕众手上看，480多个人在直播间里，然后呢有60多个贵宾小伙伴，也就是送过礼物的啊，然后在直播间里面呢这个停留。所以说在某种意义上啊，我觉得我刚回来，我也没大肆宣传，我就在粉丝群里面。我就一共2个粉丝群，一个200多人，一个30多人啊，所以说我觉得还好，我就比较低调了啊，咱们就不多解释了啊。
老 K 干不过侠子，那这个干不过的吧，我就不解释了。我们从来都不是采一捧一的啊。其实我记得我最开始还没有说14年千波大战的时候，我记得在11年、12年这个13年，然后做 YY。那个时候，我觉得最经典的一个事儿呢，就是有很多观众啊跑到这个直播间说那个人说你坏话，然后又跑到这个直播间说你一旦呢，比如说啊，这个小狼那个小狗说你对吧？说你傻逼啊，说你这个对吧？啊，说你这个解说啥也不是啊，对吧？这个说你这个没啥意思，天天就搁这念招什么的啊，然后呢，这边呢可能有观众就不高兴了，包括你狼可能也不高兴。然后呢，你狼就回了一句：“我说他是个啥呀？”就这一句话，这边呢回去说啊，截了个图说，那边的小狗，那边那个小狼骂你，这一下子起来了，是吧？两个人本身没啥事儿啊，就给挑事儿挑出仇来了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狼纹没了，我这个纹没就不解释了啊，就跟2逼一样，不多说。好，这里面很多人说，那为什么这个不一样啊？这个貂蝉能不能秒？我跟你们讲啊，赵云单秒就没有秒不了的 BOSS， 但是呢，如果要是从头到尾咱们按原版来算的话，他最多啊 TAS 能秒18，人脑能秒17，没办法，而且人脑最多秒17，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人能秒出来过，啊，只有是理论上能成功，啊，就跟中国足球能世界杯获得大力神杯一样，真的啊。在数学上有机会的啊！我狼一句不念，前吹牛逼。说你等啥？你等我跟你讲，我不也是那玩意儿吗？靠山吃山，靠水吃水。你比如说，今天灰灰老 K 打了，明天和石叶枫打了，后天包王谁打了，何俊打了的。那我去解说他们的比赛，我不也搁那叭叭吹牛逼吗？但是呢，问题在于啥呢？其实谁都有失误的时候，而且我觉得还是性格问题。你像啊，这个在这里呢，你像比如说我是东北的啊，我告诉你，即便说有很多的这个小伙伴啊，都觉得好像这个东北的做直播做得多啊，对吧？而且有很多努力上进，但我是个另类。其实即便我好像不是东北人，我也就是主要一点就是我性格不好，就是就事业型来讲，就如果事业排在 No.1 的话，我属于垫底的啊，就完全对吧？完全对事业就是属于一种非常傻的这种情况啊。实习方案没有16，实习方案现在最多是15。目前15啊，但是是原版啊，也就是现在咱们这个版本最多15。你要如果说大神之路，目前我还不知道，好像有16的啊。马郎是不是百人？我慢性咽炎，我是慢性咽炎加慢性鼻炎，我老嘚儿了。我实话实说，我不是跟你们嘻嘻哈的。好，看看，现在等他定住。飞轮起手啊，一定要飞轮起手。一个飞轮多少血？你看一下，一个飞轮赶上一个哪吒滚轮的血量，比斗转昆仑稍微少一点啊。好，注意力调起来，呆打破展翅，斗转昆仑。他为什么要放这个地刺儿啊？这个说是为了清兵。你可以看到这个秒法，一样的秒法啊，后手爆气。追地暴气白鹤亮翅，我勒个去！这种操作啊，反正我想都不敢想。你让我拿模拟器我都练不出来，真的，我实话实说啊。大神之路主要是什么呢？首先它就是容错率高。第一，它游戏短。你们要了解一件事啊，其实呢，很多人他只要能秒这些 BOSS， 他都能秒16的。比如说16的方案秒16都能的，但为什么秒不了啊？就很多人打不出来。就这一局的游戏，将近80分钟，这将近80分钟，你说
你中间只要失误了一次，就白扯。甚至有的时候你打小兵的时候，你打气儿失误了也不行，不小心控分没控好也不行。哎，比如说道具起手，用毒瓶起手、毒镖起手，结果 BOSS 跳了，打倒了，怎么算？就得重新开始。你要从第一关重新开始还行，哪怕是第二关重新开始也无所谓。但是呢，你打到了第4关、第5关，甚至是最后一关的时候，不小心失误了，那就是失误了呀。那就这个录像来讲，你是失败了，挑战失败啊。所以说他得无限的炸，人生也无非你最多能活个120岁，对吧？你能活，你说你就炸一天24个小时，你一天玩6个小时，对吧？最多你能炸个6、7回，是吧？你如果你像咱们看那个电影里面有那个《明日边缘》，对吧？还有像有一些那种啊，也有这种穿越型，也不叫穿越吧，叫做这个无限轮回型的，什么土拨鼠之日啊，还有什么恐怖游轮，是吧？时空罪恶等等这些电影里讲的不都是这玩意儿吗？对吧？你哎就把各种穿越回去，然后再整。但是一整你有的时候不是你操作失误的问题啊，人不像咱们写代码，比如说咱们现在啊，对吧？有程序员写代码，你比如说这次你跑代码这崩溃了，你找到原因了之后，你改了之后，它就不会崩溃了，对吧？人脑呢，它这次不会崩溃，下一次它知道这个地方打的不会好，当然有可能发挥失误。啊，包括心理原因，还有这个就很多种了，对吧？比如说你今天不小心犯痔疮了，有的时候不小心，哎，屁股疼，哎呀，然后没练好，对吧？有的时候突然你搁这练着练着，一只蚊子就叮到你脸上，就呀叮你一下，哎，你就给这连招，就是哎，就这10秒钟，你连招10秒钟，他就叮你吸你血，你啪一下，哎，怎么说？那你咋整？没招啊，真的是没招啊！老难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咋整？没招了啊！所以说就这个意思啊，懂的都懂，不懂别问了啊。我应该是码率没调高，我码率没调高啊，我码率应该是调成了3600吧。所以说啊，3600啊，所以说可能没调高啊，大家伙理解一下。明天我试一试高一点啊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前不调高是为什么，兄弟们？以前不调高，是因为呢，大家伙的手机呀，还有一些这个网速不太够，调高了，包括你手机有点配置不太好，有点卡。啊，当时咱们的大家伙了解啊，网速这个东西呢，从一开始呢，咱们先电话线上网，然后 ADSL 专线，啊，很多网吧呢叫宽带，后来呢光纤。啊，对吧？然后又什么？先从这个10兆、100兆，啊，300兆、500兆，还有1000兆的光纤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网速快了，我其实调大点无所谓。想当年你调成5000的马力，或者调更高的马力，我现在是3600啊。如果你调5000，甚至调成10000的马力，有很多的手机它配置就不够，它不光是网速不够，它有的时候那手机你放高清的话，它就卡了，啊，对吧？所以说呢就没调啊，大家伙理解一下。我感觉现在都已经2024年了，我感觉无论是手机配置还是说网速，应该是不会卡了啊。而且你也可以调，你可以调成高清、流畅，对吧？超清、1080、4K， 对吧？还有8K 啥的，对不对啊？左磁单秒可以秒。赵云单秒左磁是可以秒的，但是你只仅限于你想要秒左磁。你要秒了左磁器，就是如果你按全局来算的话，那你那些宝，你用了那些宝那个方案的话，你好多 BOSS 你秒不掉的啊，所以说不合适。秒左磁是可以的，当然秒左磁大家伙有了解，肯定是要太清单间。现在秒16方案成熟吗？当然成熟了，这已经不是第一个秒16了啊！而且神隐李四哥也不是第一个秒16，他这个呢是不秒黄盖，秒的是2码啊，第2关的码啊，第2关的码。所以说呢，跟第一次那个原版秒16不一样，第一次的原版秒16呢，第2关的码不秒，而这个黄盖呢，他选择秒，这次是秒第2码，然后黄盖呢选择放黄盖。新晋女优合作了一部《未亡人》系列，咋的？河北采花呀？现在最牛的不是河北采花吗？我不太喜欢啊。
我听说群里雷城的小板都喜欢啊，其实我不愿意看这些了，真的很无聊。我说难听点啊，20来岁，18、9、20、25、6的看一看得了。老子都快40的人了，给你们看那些有的没的，啊，对不对？一哭二闹三上优雅的，谁看那玩意儿啊？对不对啊？哈哈的，最初用 iPhone 4看你，现在都已经 iPhone 15了，对不对？太屌了啊！那肯定无聊啊！我跟你说，实践是最重要的，你光讲那理论它没用。我跟你说，实验是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你光说你蓝翔毕业的，对不对？对吧？你得实践，对吧？好，这个声音非常的解压啊，你看。好，很多人说这么打能把那个打死吗？你看，真的能打死。小黄，跳 A， 挑起来，然后压起身。这里面正又打气儿，用空分，而且还能把它打死。你看，很容易就把它打死啊。然后呢，白色，这个游戏马超居然不是秒杀能力最强的。马超的话，马超确实秒杀不行啊，真的啊，这个在这个版本确实是弱，但是在《三国战记2P》里，秒杀呢是双马超。加这个双军师是4人摊分第1人，他甚至可以3轮回这个摊分啊。吕布当然能秒了，其实秒16呢，你不要记住能秒哪个 boss， 你记住哪个 boss 不能秒。按传统理解来讲，2个马不能秒，貂蝉、左慈不能秒，但是现在呢能秒这个2马，所以说呢就要放一个 boss， 这个黄盖秒不掉。很多人问，那到底是哪个 boss 能秒？如果是秒17方案呢？秒17方案呢，就是都能秒，只有左慈最后一关的那个越级以及貂蝉秒不掉，只有这3个 boss 呢人脑秒不掉。而这个秒18的 TAS 呢，是所有的马都能秒，知道吧？只有左慈和貂蝉秒不了。不过呢，无论是 TAS 还是人脑，你如果说给他正常的宝啊，然后让这个 boss 站在这儿，即便是左慈和貂蝉啊，赵云也是可以单秒的，也是可以的啊。好，血杀来躲这个火。其实没有小兵啊，这个事儿在秒杀这个地方啊，大大的增加了这个容错率的。这关呢，比如说秒杀，很多人说秒杀哪个难？很多人说秒杀陆逊难。秒杀陆逊呢，这个大家伙都了解，那个刀盾那个破刀兵啊，确实是很讨厌啊。但那个破刀兵呢，由于它只是一个普通的破刀兵，所以说你用一些很多的道具就可以来看跳 A， 挑起来，大鹏展翅，你看用这个，放了一个这个铁莲花。你再牛逼的 AI， 再牛逼的这个攻击欲望，我一手铁莲花，你又能把我怎么样呢？对吧？难不难秒？难秒。如果你不放这个铁莲花，那他妈确实难秒。你放了铁莲花，对吧？他这个破刀兵又能怎么样？很多人说这为什么叫破刀兵？小的时候很多人叫朴刀兵，还有叫朴刀兵的啊。那个字呢，我后来经过调查念坡，因为想当年我玩《三国群英传》啊，玩《三国群英传2》。里面就有这个破刀兵啊，破刀兵呢跟那个武斗兵一样，属于短兵。短兵呢有盾，所以说呢它防远程，但是呢它被这个什么枪兵啊，怕这个长武器的兵克制。好，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呢到这里。不行，我嗓子不行啊，兄弟们，今天嗓子有点飘了啊。啊，不行啊，这个嗓子啊。今天嘛是咽炎犯了，大伙儿刚才也听到了啊，咽炎犯了，所以说这个捏呀捏不起来了，所以说就比较嘚儿，有点傻逼了啊！哎，不要虚啊，这个过2天就好了啊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好，这里面用火，漂亮。这里这个走位啊，小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些。我们游戏厅有个小伙伴啊，他就玩这个游戏，他用这个天使符，他真的是每一次都能用火啊把这个左慈给打到，我就特别佩服他。
虽然说大伙都懂啊，最简单的方式呢是捡那个金匮要略，也就是补血书。如果你放完这个，你先放完这个天使符，然后你把这个补血书扔出去，这样的话呢，你身上的这个冰就不是一火一冰嘛，一冰一火一缩了一果嘛，但是没有那个冰了，就只有火了啊，这还很好理解。但是呢，我那个从小那个小伙伴，他真的就是我不知道。他就用跳，用上下这么走，就能把这个左思玩的明明白白的，真的厉害啊！怎么到这儿都舒服了？我天！我记得想当年啊，咱也是好几百贵宾，甚至都有个6、700贵宾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。一般都是4、500贵宾，4、500的贵宾，然后呢。一旦到了刚才左慈那个地方，变成6、700，啊，然后呢，当那个呀过去了之后，瞬间又变回了4、500，非常的现实啊，非常现实。对，这是真人啊，这不是TAS啊，这是真人的啊。好，已经到了最后一关，啊不，最后一关P啊，倒数第2关啊。这个倒数第2关呢，秒杀界里的倒数第2关非常长，而咱们常规的，无论是速通还是小的时候咱们常规走的路线呢，这个倒数第2关啊，这个血战夺荆州啊，确实是时间很短。大伙了解，先是一个雪，过了地图呢变成草地啊，变成许褚，然后马上呢上桥，上这个电梯啊，上电梯之后呢，直接就来到了黄盖那儿就过关了。而他们走这个单秒路线啊，走秒杀路线，就不是走秒杀路线呢，就会有进这个城里面啊。哎呀，我们三传哥啊，我就是荆州的。小的时候我看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看这个刘备夺这个荆州啊，就比如说有这个什么荆州有什么啊，这个襄阳啊，又南郡。是吧？啊，又是江夏什么的，它是因为大伙了解，可能大部分以湖北为基准，是不是啊？但是湖北我就知道什么武汉啊，对吧？这个像安徽，我就知道什么淮南、淮北。我说这个小狼是真人还是录像？真人拍出来啊，真人啊，确实是真人。但有可能晚上下播的时候会给大伙继续放录像的啊。天下，哎，对，想当年咱们天下叫什么？叫九州啊，对吧？九州啊，虽然说按照咱们现在来讲，叫州的非常多，对吧？叫州的非常多，但是想当年最早的时候，在周朝的时候，对吧？咱们大伙儿说这个问鼎中原，这个鼎呢是有9个鼎，对吧？啊，一言九鼎嘛，啊，9个鼎，这个问鼎中原啊，一言九鼎，这很多的成语啊，对吧？都在这儿。然后呢，天下有9个州啊。后来呢，咱们现在想想州就非常多了。你像三国时期，大伙儿比较了解的，比如说像什么青州、兖州、徐州，对吧？益州，再加上荆州、并州、幽州，啊，这个什么凉州是吧？啊，就是咱就形容这个意思啊，反正就比较多。但其实相比于按州来算啊，想当年最火的地方还是按国家来算。你大伙儿来讲，按国来算啊，这个咱们对吧？这个春秋战国哎周朝的时候呢，这个国呢啊，这个都是封号。其实，在汉朝呢，包括这个三国时期也是有国这个说法的。但这个国呢，它主要是以国这个爵位来封地。他严格来讲还是听天子的啊，还是听天子。比如大伙儿都了解啊，对吧？3家分晋啊，3家分晋，大伙儿了解啊，有3家分晋和3家归晋。这里面呢，许胥啊，许胥这个秒杀呢，很多人问为啥我狼不解说啊？这个没什么好解说的啊，所有人都是这么，几乎都是这么秒，单秒都是这个路子。这个 BOSS 是在套路上来讲是最简单秒杀的 BOSS 之一啊，只不过它血量比较多。好，90多秒，哈哈，不是 AI 小狼直播，如果有 AI 小狼，那真牛逼了啊！
许褚，真的是许褚，不信你倒回去看，懂的都懂啊。你要说玩风云再起，我不给你犟，真的是叫许褚。但是《三国战记119》，它真的叫许褚，我真的没跟你开玩笑，你们真的啊，信我，你信我啊，哈哈哈，不是，我知道是许褚，但是呢，可能很多人看我狼啊。是吧？就跟看那个08那个说红警似的，管那个海蝎不叫海蝎，叫海螺啊，叫海螺。海豚音不叫海豚音，叫海螺音啊。工程师不叫工程师，叫肉人，对吧？贼嘚儿啊！老玩家对呀，老玩家都知道，对不对？肉，那是人家这个怀旧区的人媳妇儿啊，对吧？小的时候就觉得，哎，这个木头桩子它这个动力来源是哪儿？一下一下的啊。就机关来讲，它的动力来源是哪儿？大家伙都懂啊。按理说是没有永动机这一说的啊，也别给我扯什么这个木牛流马，对不对？我操！我这显示都是初次聊天啊！我的个，这么凶狠吗？啊！好，来看看一会儿啊，一货加二货怎么说？铁针感觉不是我这里边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版本。那个版本叫恐龙扛狼版本啊，恐龙扛狼版本《三国志》，那相当帅了啊！那个版本不是跟你嘻哈的。好，很多人说这个地方，这个是很多人是失误了嘛？没错，它就是失误啊。这里面呢，它就是这个打气儿，但是呢还不加分儿，看没看见？哎，打气儿不加分儿，细心的朋友看到了。很多人说那不加分儿有啥用啊？第一，打气儿有用，这个大伙都了解。不加分儿更有用。如果你真的加分儿，反而难受了，你不好控分了，对吧？当然呢，单秒除外啊，因为你单秒你现在都已经24级了，你即便你再怎么打，它也不会升级了啊，不需要控级了啊。赵家五虎。以后啊，我专门整个综艺节目，兄弟们，我感觉了，以后我就做一个网络综艺节目，邀请一些嘉宾，对吧？来答题，《三国志2》啊，《三国志2》这个日版，其中呢有这么一个大胖子，是个小兵，不是 BOSS。这个大胖子呢，俗称为赵家五虎。请问，赵家五虎这个名字分别叫啥？对吧？你搁我现在我都得想想。首先有个叫赵楚，触摸的触啊，赵楚。赵明，黑不溜秋的啊，皮肤是黑的啊，叫赵明。还有个叫什么赵雄，对吧？赵深，对不对？啊，还有个赵啥？我这个名字啊，不是跟你嘻嘻哈哈的啊，对不对？1、2，不是我叫宝贝虎。我叫乖乖虎，我叫旋风虎，我叫贼头虎，我操！赵家五虎好像对应的有点像那个韩德父子啊，就是那个赵云，对吧？赵云在这个手出祁山的时候，作为前锋，对吧？啊，这个大战魏国的这个几个大将，啊，魏国大将韩德带领他的这个孩子啊，4个孩子，是吧？可能是以这个为原型啊，这个赵大宝那是村长啊，我只知道他姓郝，加了个村长叫赵大宝，那不是。好，不是他拿的这个武器叫啥？我知道那个夏侯惇拿的武器叫铁骑的骨头，这个武器是啥呀？咱不知道，咱也不敢问啊。好，其实呢，一货是最难秒的啊。一货呢，你还要打的过程当中呢，还要往回打，然后呢，再马上进屋。你看，往回打，注意力调起来，待，然后赶紧跑，背影，
吉利咕嘟啊，这个名字起的真好听啊。其实我小的时候觉得什么样的兵器特别厉害，我不知道大家伙可以在弹幕当中踊跃的这个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，就你们觉得啊什么武器最好，就是最适合你。比方说对吧，有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烧饼馒头包子麻花，你觉得哪个最好？我就是看哪个好啊，就是大伙儿看没看见那个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有个张合，有个链子上拴一个小刀，然后咱们看现代武术表演里面也有，躺在地下然后转圈啊，然后那个东西在底下，然后他还能一蹦，躺在地上然后蹦那种啊，我不知道大伙儿知不知道那个，就那种感觉啊，就那个我感觉那种兵器啊，如果玩好了真的厉害啊。刀枪剑戟斧钺钩叉，躺棍槊棒鞭锏锤抓，拐子流星啊。开天，你开天就是大砍刀呗，开天是大砍刀啊。其实呢，兵器之王呢就是刀，对吧？这个，因为他这个为什么说是兵器之王啊？我只能说他是属于最简单、最实在的，上手就可以会，给你个刀就行。对吧？就刀劈最简单，挥砍。枪的话呢，因为毕竟啊，大多数的长枪是以长为主，双手，刀可以单手啊，也比较灵便啊。是刀枪剑，但你说的枪是那个7步以内枪，7步以外枪快，7步以内枪又快又准的那个枪吗？有左轮的，什么马格林南啥的，是吧？你说的是那个枪吗？还是那个沙干 ，Harry Machine Gun， 还是那个什么啊？还是那个什么？你知道？那你那个枪，那谁也不好使，那个枪他妈啥也白扯啊！啊！其实最强武器现实中还是枪，最强武器是仙人指路加猴子头桃啊！枪的话，其实枪还是有点，如果单兵作战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刀啊。我跟大伙儿说一下我的理解，我不是说枪和刀谁厉害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就普及角度来讲，你让一个小白，你让他用枪，挺难的，他不太会刺啊。但是用刀的话就比较简单了啊。我不知道大伙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啊。很多人说枪，还有矛，还有躺，还有这个槊，到底有什么区别啊？包括钺啊，这个东西它就是有的东西不一样啊。这个东西跟就不用多解释啊，这里面放了啊，这不是单秒，由于这个 boss 秒不掉，咱们就放掉了啊，不解释了啊。阿卡47，那个确实屌，那个啊。刀其实砍不能致死，我跟大家伙讲，其实一样。我跟大家伙说啊，其实就冷兵器时代的这个战略啊，一般来讲呢，其实因为大家伙儿，我感觉啊，就现在听我解说的，我感觉99.99%都没有上过战场啊，对吧？我感觉是没有啊，包括尤其是冷兵器的战场，我感觉是没有。其实呢，打仗有的时候真的不是致命的事儿了啊。在古代的时候，尤其是像一些捕快，像一些咱们管它叫捕快，或者说是衙门的这种衙役，对吧？他们都是配刀的，没有配枪的啊。很多人说那配剑嘛，配剑有个剑其实很难，剑其实很难，不如刀，对吧？你就都是配刀的，为什么？就是最简单、最实在。很多的时候呢，剑呢需要一定的技巧，而且呢，剑呢多数呢是为了装弹用的啊，就是有点装。你就包括秦始皇，对吧？大家伙儿了解那个秦王绕柱，后来有人说王附剑，对吧？就是他把这个剑鞘啊往后一掰才能抽出来，要不然抽不出来，让这个荆轲就给刺死了嘛，对吧？说这个意思嘛啊。而相反来讲，这个刀呢其实最实在。其实很多的，你看，包括你看《三国战记》这个游戏，刀是非常多的啊。你像那个坡刀兵，然后那个戟
你像那个小兵也是跟破刀兵穿一样啊，都是麻布袋的，都是现在这个就现在这个颜色的那个啊，他拿的是戟，拿的也不是枪啊。绣春刀，对呀、咱们看那个绣春刀，最近还有一个网大啊，好像叫《无间炼狱》。我个人感觉呢，谈不上烂片儿啊，我个人给它的评分呢是好评，只不过呢勉强及格，对吧？勉强及格啊，也不错啊，这个网大啊。但是绣春刀1和2我都看了，非常的不错啊，因为是近几年我看的最好的这种古装的这种功夫片啊，动作片啊，应该叫动作片啊。这个其中有一个太监。啊，对吧？这个找这个神殿，拿那个链子那个锤子，那个也是我非常喜欢的道具，因为带链子的我都特别喜欢吧。这个就不多解释了啊。绣春刀嘛，绣春刀就比较实在。其实这个它很好理解，你像咱们五虎上将里面，很多人问啊，这个不光是五战，三国里面，咱们描写三国大伙的了解啊，毕竟呢是一个这个小说嘛啊。是一个后代的小说，不是说真的说三国结束中马上有人写出来的，也不是真实历史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三国里面你想，包括《水浒传》也是，用刀的人非常多，对吧？这个刀，你像青龙偃月刀，对吧？这就是刀，用刀了啊。你很多人说，你像那个虎头镇金枪，还有梨花枪，这是马超和赵云，张飞丈八蛇矛。啊，黄忠用什么？黄忠用的也是刀，魏延用的刀，庞德用的也是刀，哎，所以说用刀的人非常多呀，这就不解释了啊，用刀的人非常多。相反呢，用斧头的，你像什么徐晃啊，斧头的《三国战记2》，对吧？徐晃大斧头，《三国战记2批》里面被称之为第一原著啊，第一这个援军令。这个 boss 也是可以单秒的，兄弟们啊。TAS 的话，这个 boss 是可以秒的，但是咱们人脑呢就秒不掉了，这个方案是秒不掉的，兄弟们啊，就不多解释了啊。其实刀啊，这个刀，大家伙看没看过《亮剑》？《亮剑》里面是吧？这个咱们到这个老李啊，李云龙到这个军需处，对吧？到这个军需处，他说啊，这个我要多少手榴弹？这个军需处的这个管理人员说啊，那给你没毛病，对吧？但是呢，你得拿东西来换，给我拿一个这个左关刀啊，日军的这个左关刀，对吧？这个刀干什么用的？就是装饰用的，也不叫装饰吧，它不就是对吧？小日子不老实，武士道精神嘛。那玩意儿你要说，咱别说现在有没有用啊，想当年也没有啥太大用，而且他作为长官，他也不会上去跟人打，对吧？哎，但是这个东西呢，其实就是作为装饰、作为威严、作为一种东西来用，就包括你曹操的倚天剑、镇威、青钢剑杀人，在曹操也不咋用，对吧？这《三国演义》里面，曹操用的最多的一次，咱们看得出来，最多一次，有人说哪次啊？啊，就是那个孤号梦中杀人啊，对吧？这个刘备用剑很另类啊。用剑的人都是高手啊，用剑的人都是高手啊。我跟大家伙讲，这不是说我跟大家伙这个说这个夸这个剑有多厉害，很多人为什么都叫剑客、刀客，对吧？刀就不用多说了，那是天下最普及的兵器，越普及的兵器越用纯熟了越难。还有这个双刀。小的时候我听的对吧？周杰伦的对吧？很多的歌，我当时印象非常深的一个 MTV 就是周杰伦的《双刀》，它是一个12分钟不是13分钟的一个 MTV 的剧情啊，有剧情的，有动作的啊。双刀，我不知道大家伙听没听过啊？大家就非常喜欢。双刀呢，这个刀吧就是不是用的，剑的话，跟大家伙讲啊，你看很多的武侠片都啊，武侠片都是剑，像刘备双剑，是吧？曹操。也是可以用剑。曹操呢，号称自己会横槊赋诗，他说自己会用槊。用槊的人啊，我跟你们讲啊，必须要人高马大。比如说用戟，尤其是用像吕布说什么用方天画戟，这种人身高如果要是不是1丈，或者说将近1丈，他用不了。你曹操那个小矮个1.7米不到，说自己用槊，那开玩笑啊，那纯是开玩笑了，对不对啊？小狠，好想你，小狠是吗？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啊！
其实呢，大家伙要记住啊，双持武器和双手武器不一样啊。双持武器，比如说你像赵云现在双持这个枪梨花枪，它是双持武器，对吧？虎头战金枪也是双手武器，雌雄双股剑，咱们看这个三国杀，对吧？这个刘备专属武器，是吧？这个双股剑啊，传说中的一雌一雄，或者是叫阴阳剑都可以啊，双剑。还有双戟，你像大家伙熟知的，比如说像什么太史慈，对吧？啊，太史慈啊，一般来讲都是以双戟。还有咱们看那个《水浒传》里面有双枪将董平，啊，双枪。82年的大可乐啊。我操，诈尸了，确实是啊，刚炸啊！其实大家伙最喜欢什么兵器？我跟大家伙说啊，我最欣赏的是那个兵器，我自己知道我用不了那个兵器啊，我自己了解。再呢，就是说，你像我记小的时候看了一个香港的武侠电影，叫《刀剑笑》啊，林青霞。这个徐锦江、刘德华是吧？刀剑笑，刀剑笑呢是吧？有刀有剑是吧？有笑三少是吧？是吧？当时看的特别劲儿嘛啊。其实就是兵器这种东西普及比较简单，然后再就是说，如果说按技巧上难，技巧上最难就是双手武器啊，就像双剑、双戟、双枪啊，双鞭，你像那个双鞭呼延灼。双手武器，我觉得在技巧上是最难的，而且需要大的力量去支持。因为如果他跟双持武器打，你像双持武器，一个重刀劈下来，你双剑去挡，你得能挡得住。你像你对吧？你挡不住，直接一下就给你砸死了，你怎么挡？对不对？嗯。我说反了吧？啊，你要这么说，我也不太清楚。双持和双手，反正大概是那个意思。至于我的形容是不是有错啊，我还真不敢保。反正我的意思，无论双手双持是哪个，我是不是说反了？反正形容就是那个意思。好，这个 boss 呢也是常规秒法啊，因为它是一管多一点，不到一管半。不到一管半的 boss 呢，就是正常常规套路一秒，大鹏展翅，倒整昆仑，对吧？然后追地一挑起来，3A，血杀，没毛病啊。这是谁开播了居然？确实是啊。啊，双鞭呼延灼是那个鞭，最出名的大伙儿知道打神鞭，那个叫什么啊？咱们看那个狄仁杰对吧？赏给狄仁杰的那个鞭是吧？那个什么鞭啊？他那个鞭是，大家伙儿知道那个有点像剪。咱们看那个《三国战记2》里面，马超有一个武器可以把人打晕的武器，叫玄铁鸳鸯剪。其实他那个玄铁鸳鸯剪长得就像鞭啊，那个剪不是咱们那个剪，对吧？它有点像这种。居然复活了啊！复活了！双锤。那要说起锤来啊，隋唐里面的锤是最出名的，对不对？大伙儿了解啊，隋唐里的锤是最出名的。好的，这个小兵不愧是简单难度啊，这个小兵智商堪忧啊。擂鼓瓮金锤，这个擂鼓瓮金锤啊，这个武器啊，很多人说《隋唐演义》有点神话了，这个肯定是，那哪有李元霸那么牛逼的人呢？这个世界上如果真有李元霸那么牛逼的人，那还开发什么武器啊？那有他一个人真事儿，对吧？你把李元霸直接空降到美利坚，那真的那我跟你说，不到48个小时，一个州都没了，对不对？咱说这个意思啊。好，你看这个气儿打得非常实在啊。但是我刚吹完牛逼就断了。那个擂鼓瓮金锤，李元霸专属武器。在《三国演义》里面呢，并没有直接出现，
它是在三国之前，也就是三国之前东汉的初年，来自于东汉的汉光武帝刘秀旗下的一员大将，伏波将军马援专属武器，也就是马超的先祖啊，非常牛逼的一个人啊。谈不上武力最高，但他那个武器叫雷鼓瓮金锤，李元霸的专属武器，继承于马援的。这个锤的话呢，就是一力降十会。再跟大伙儿解释一下什么叫一力降十会啊？怎么说呢啊？就比如说啊，咱们这个少年武术比赛获得冠军选手来自于我们的井冈山小学，对吧？这个小狼同学啊，吴小狼同学，今年12岁，然后呢，跟一个300多斤的大胖子打，这大胖子瞅小孩一撇子没了，这个小孩直接没了，住院了 ，ICU 了啊！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啊，一力降十会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哎呀，我们悠悠哥来了，失踪人口，好加湿器。悠悠哥刚来了，第一时间没看见啊！我勒个去啊！好，卖血，闪电5连鞭，那个太屌了。马云是校长，井冈山小学。好，再打一下，还能再打一下。为什么要蹲？因为蹲的话一打必倒啊，这个很聪明啊。这个跟大家伙说一些小技巧啊。蹲的话被打必倒。哎呀，文哥来了。哎，但是文哥是小号吗？为什么文哥没有防管啊？能用钝器的武将不是憨憨就是猛人。跟大家伙讲啊，《三国演义》里面讲这个马超用的武器呢，叫做这个叫什么来着？虎头战金枪啊！跟大伙讲啊，青龙偃月刀是什么？青龙偃月刀，嘴里面，对吧？一个龙，嘴里面伸出一个刀出来，啊，叫青龙偃月刀。这个虎头战金枪是一个老虎的头，嘴里面伸出一个枪出来。这里面跟大家伙说，为什么有一个龙有一个虎？不仅仅是可能是为了好看，主要是它有重量。他过来拿刀砸你，对吧？你扛不住，他这有力量的啊，有这个动势的啊，有势能的。好，冰清状态，百合亮翅，跳 A 大鹏，有防管啊！啊，朱哥在这儿啊，对呀，那防管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最新用的这个弹幕助手啊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弹幕助手怎么显示的，好像没有显示啊。好。漂亮，最后一个 boss 也是可以秒的啊！大家伙儿不要觉得好像用了那么多道具，曹操秒不掉，其实是可以秒的啊！哦，没活跃就没有了，我勒个去！好，来看看，啾啾。我慢慢加，不是我这边真的是可以选择任命防管。好，来看看，准备好，傀儡麻麻，不是，哎，赶紧的，傀儡好 ，OK， 招完状留到曹操这儿了练13连，再来一连。好，血杀追地1、2、3，挑起来，然后转身1、2、3、4血杀，你看，然后再追地爆气，白鹤亮翅，好，3白鹤亮翅，倒着囫囵，哎，追地，好的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比较实在。OK， 这就来自于我们的神云你四哥啊。最新赵云单秒16的方案，而且它这个方案呢，牛逼就牛逼在我把第2关的马给秒了。虽然说黄盖确实没秒掉，但是确实是秒了啊。OK， 那这个视频呢，暂时到这里结束了啊。这个感谢大家收听。这个用了多长时间啊？80多分钟，80分钟啊，80分钟正好，也是一个长篇啊。
好久没有给大伙做这样的视频，而且在直播当中做啊，非常的不容易。